嗨，欢迎来到这个宇宙。这次走访了台北市区的质感日式古迹，有我很喜欢的文房文化阅读空间、台湾文学基地启东街日式宿舍群、台湾大学徐州路校区旧台大法学院、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山林客紧盯官舍，原本是日式料亭的济州安，还吃了附近有名的同安街面线羹，最后拜访师大附近的梁实秋故居，行程非常丰富，欢迎大家一起跟着我的脚步，看看这些日式古迹的样貌。那我们就出发吧。踏进很像豪宅入口的大门，里面其实隐藏着一间低调而有质感的日式老屋——文房文化阅读空间。文房最初建于1930年代，是日治时期的官舍，目前是免费开放空间。这里有不少藏书，游客可以随手挑选一本书，找个位子坐下来静静阅读。每天有提供2个导览时段，店员会详细介绍这栋房子的历史与建筑细节。这间房子的历史呢，大概是要从1930年代开始说起。1930年代末期，那时候还是日治时期。日治时期的时候，这间房子就盖好了。当时日本的规划呢，是以台北车站为中心向外扩张，把台北市分成了64个町。然后我们这区呢叫做幸町，幸福的幸。对。然后呢，台湾有非常多的乡市里会继续沿用这个日治时候留下来的名字嘛，所以我们这一区叫做幸市里。旁边还有信安里啊，所以这一区蛮多的里都继续沿用了这个幸这个字。这里已经算是比较东边的宿舍了。这里再往东边啊，其实还有一些日式建筑，但是比较像是工厂，然后或者是仓库。这间房子它一开始的设定是作为军官宿舍，所以它是国有地，后来就由中华民国政府来继承，继续沿用。所以陆陆续续派了许多不一样的官员来这里。到最后一位这边的主人呢，是作为一位姬昌先的先生，他是台北市主计处的副处长，所以他在台湾的统计学上面也是一位蛮有名的学者啦。对，他在这里一直住到了1980年代末期。所以在1980年代到2007年这段期间，这间房子就是一间空屋，没有人照顾，没有人在这里生活，就是非常凌乱。而且这间建筑一开始的风格就是全部都是木头嘛，所以木头没有照顾就很容易腐烂坏掉了。屋内虽然有贩卖饮料与点心，但是完全不消费也没有关系。在寸土寸金的市中心，有这样舒适无压力的空间，令人感到非常惊喜。
湾文学基地是兴建于1930至1940年代间的日本文官宿舍，战后成为中华民国官舍。2000年后，一度因都市开发面临被拆除的命运。在当地居民与专家学者的努力下，将9间联动日式建筑保留了下来。建筑修缮完成后，委由台湾文学馆营运管理，作为举办各式展览、推广文学活动的场地。台大法学院原本是日治时期的台北高等商业学校，是台湾早期高等教育学府之一。1946年并入台大，成为台大法学院。校区内包括木造的警卫室、欧式风格的行政大楼、大礼堂、清水砖造的前后排红楼教室，都极具建筑保存价值。原先设立在此的台大社会科学院和法律学院，数年前都已经迁回公馆校总区。以前在这里念书时，一方面觉得这里建物老旧，一方面又羡慕校总区的系所设备新颖，浑然不知自己是在这么梦幻的古迹里上课。现在回想起来，真是不可思议。学生们和教授在这小小的校区里来来去去的画面，似乎还历历在目。如今就地重游，看到空荡荒废的教室与走廊，不免要感叹人事已非了。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山林课紧盯官舍，日治时期是总督府殖产局山林课的员工宿舍，战后则是林务局的员工宿舍。殖产局山林课负责调查并开发台湾的林业物产，当时在宿舍周围种下许多台湾油杉，此后成为当地老树保育与老屋保存的契机。宿舍建物群大部分建筑尚未开放，目前只开放林务局保育小站。此处会常态举办山林相关特展，经过时可放慢脚步，才不会一不小心就错过咯。
从古亭捷运站由同安街前往济州安的路上，会经过一家时常大排长龙的小吃店，里面有卖面线羹、肉羹、臭豆腐这些铜板小吃。这次我点了面线羹和臭豆腐。面线羹的汤底混合了肉羹，主料大肠爽脆，不太有腥味。羹汤浓稠，用沙茶香菜提味，顺口甘甜。臭豆腐则是从一大锅熬煮过的红烧卤汤里捞出来，湿润多汁。虽然汤汁看起来颜色很红，但其实不太辣，属于香气足但不太臭的臭豆腐。济州安的历史见证了台北城的发展。日治时期，平松家于西门町经营的料亭济州安营运蒸蒸日上。1917年就在川端町，也就是现今济州安文学森林的位置，开设了济州安之店。当时的济州安之店临近水岸，可赏河景。除了是有艺伎演出的高级料亭，还提供屋型船，供来客于新店溪上宴会。实在是现今难以想象的画面。战后，此地成为省政府员工宿舍，小说家王文兴儿时就曾经居住在这里。随着工业发展，新店溪受到污染，堤防也越盖越高，济州安逐渐埋没在日益林立的公寓大楼中。1996年发生了火灾，更将本馆建筑烧毁，只有离屋留存了下来。在台大城乡所师生与当地居民的努力下，济州安于2004年由台北市政府指定为市定古迹。济州安里屋也在2014年修复完成，成为重要的艺文空间。梁实秋故居最早是台北高等学校教师宿舍，建于1933年间。建物本身是河阳折中式建筑，战后成为省立师范学院教职员宿舍，陆续有多位教职员入住使用。梁实秋于1952年至1959年间入住此地。他除了是学者与教育家，也是知名的散文家、翻译家、评论家。曾经主编各式英汉词典，引进 KK 音标，对于国内的英语教育贡献卓著。翻译莎士比亚全集更是一大盛举。另外代表作《亚瑟小品》也是小品散文的典范。宿舍建筑于2004年登录为台北市历史建筑，并于2012年由师大修复完成。目前参观门票为50元，内有专人提供详尽的导览，让人对梁实秋的生平和这栋建筑的历史都有更深入的了解。其实台北市还有很多值得探索的老屋古迹，
欢迎留言分享你觉得非常值得去拜访的古迹哦。这次的质感日式老屋之旅就到这边告一段落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，欢迎按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哦。